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极简生活，少买垃圾多存钱，16个不买清单，10个不买原则，建议收藏，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中写道，我步入丛林，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，我希望活得深刻，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，然后从中学习，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。人都有自己的欲望，在欲望的驱使下，我们很容易陷入各种漩涡，而没有好好的关注自己的真实需求。回望过去，我们好像每天都掉进买的漩涡里，家里堆满了好多根本用不上的闲置物品。这些东西放在家里占地方，大部分还派不上用场，既花了钱又添了负担。今天咖啡屋整理了16个不买清单，它就像一份消费指南，告诉你哪些东西其实没必要买，帮你分清哪些是必需品，哪些是冲动消费。有了这份清单，你就能避开消费陷阱，更加理智的花钱，从而踏上攒钱的极简之路。1. 旅游纪念品。许多人外出旅游时，总爱买些纪念品或者冰箱贴，想留个念想。但说实话，这些东西带回家后，新鲜感很快就过去了。大多时候，这些纪念品质量也一般般，毕竟景区里卖的价格还特别贵，时间一长，新鲜感没了，它们就只能被丢在角落里积灰。其实拍照留念就挺好的，既能让旅行更有意义，又不会给自己添负担。照片能永久保存，随时随地翻看，回忆那美好的旅行时光。2. 换购商品。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营销手法？在你已经选购了一件商品之后，商家会提议只需再添一点小钱，就能换购到一件看起来非常划算的物品。这种做法确实挺让人心动的，给人一种占了便宜的心理满足。然而，等你真的多花了钱，把换购的物品带回家后，才会发现，这些物品要么质量差强人意，要么实用性极低，最终它们往往只能闲置一旁，甚至直接被扔掉。回想起来，真是觉得不值。原本以为捡到了宝，结果却落得个空欢喜。3. 重复功能的清洁用品。现在的清洁用品真是五花八门，种类繁多，但说到底，它们的核心功能都离不开清洁，所以我们真的没必要太纠结于这个味道好闻，那个味道不好。其实同一种功能的清洁用品，买一个就足够了，买多了不仅浪费钱，还占地方。4. 高价限量文具。有些文具确实有着收藏的价值，比如那些精美的钢笔，或是别具一格的笔记本等等，它们的价格早已超出了日常使用的范畴。对于我们日常的书写来说，普通的本子和笔就完全能够满足需求了，真的没必要为了那些不必要的花哨装饰而额外花费。实用至上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5. 太多的绿植。养花这件事其实也能走极简路线，别因为喜欢就控制不住一直买。就像多肉，品种多的数不胜数，还有那些琳琅满目的花盆，真是让人挑花眼。如果真心喜欢，选1-2个好好养就好。买太多不仅费钱，还需要花时间去打理，万一养不好死了，还会非常心疼。6. 太多的彩妆。化妆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，别什么造型都想着尝试。我们作为普通人，又不靠化妆吃饭，没必要盲目跟风，毕竟化妆品用不完会过期，花出去的钱就白白的浪费掉了。其实只要选些适合日常通勤的，比如1-2支喜欢的口红，几个常用的眼影，
就完全足够了，既实用又经济。7. 不实用的厨房小电器。网红小厨店里的榨汁机、煮蛋器、烤肠机、面包机这些小家电，刚看的时候觉得特别方便实用，但买回家才发现，它们的使用率其实极其低，而且还特别占地方。慢慢的，这些东西就被丢到了角落里，成了闲置品。所以我们在购买这些小家电时，一定要仔细考虑，要从日常需求出发，千万别为了一时的心血来潮就花钱。8. 廉价的衣服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既便宜又好看的衣物，往往比各种花哨的款式更能吸引人。有些人总标榜自己会过日子，于是买了一大堆便宜的衣服，他们不追求质量，只想着每天换新装。但说到底，这样反而更花钱。便宜衣服的质量大多不好，穿几次就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，还得再买新的。其实倒不如选2件质量过硬的衣服，穿几年都不成问题，这样才是真省钱。9. 非必须的手机壳。手机换来换去很常见，于是不少人会买一堆手机壳，各种材质和图案的都有。虽然单个手机壳价格不高，但累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，而且那种新鲜感很快就没了。其实选个质量好的手机壳就足够保护手机了，不用频繁购买，还能省下一大笔钱。10. 不买多余的包包。刚开始工作时，我跟许多人一样，特别喜欢买包包，家里的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包包，足足有6、7个，每次看到它们，我心里都充满了成就感。然而真正用起来才发现，常用的就那么1、2个，而且为了搭配不同的包包，我还得费心考虑穿什么衣服。这对于怕麻烦的我来说，简直是种折磨。现在我出门连包都不背了，手机和工牌直接揣兜里，既省心又省事，再也不用为背包而烦恼。11. 不买多余的杯子。读书时，我特别钟爱那些漂亮的杯子，于是陆陆续续买了好几个，想着每天换一个，每天都有好心情。但实际上，日常用的也就一个保温杯装热水，一个普通水杯喝水。后来，我把那些多余的杯子都送回了老家，想着家里人还能用。现在，我只专注于满足基本需求，不再盲目消费，为了拥有更多杯子而买。12. 不买过多的鞋子。以前我总觉得鞋子越多越好，各种款式都想往家里搬，但后来才发现鞋子太多真不是好事。每次出门挑鞋都要挑半天，搭配衣服也让人头疼。现在我的鞋柜里只有3双鞋，1双小黑皮鞋，简单百搭，无论是配连衣裙还是半身裙都很好看。1双运动鞋，运动日常出门穿都很舒服，跑步逛街2不误。还有1双勃肯鞋，上班穿最合适，穿一整天脚都不累。这几双鞋质量好，穿着舒服，平时出门完全够用。13. 不买潮流款衣服。现在我买衣服只看能不能一件多穿，穿出好几种风格，像白衬衫、牛仔裤，还有素色连衣裙这种基础款，都是我出门的常客。这些衣服款式简单又好看，随便搭配都很出彩，无论是日常出门还是参加重要场合都能穿，既不用费心思搭配，还让衣柜空间宽敞了许多。14. 不买彩票。买彩票中奖的概率微乎其微，以前我也跟风买过几次彩票，总幻想着中了大奖就能过上好日子，结果除了一堆没中奖的彩票，什么也没得到。这2年我彻底不买了，一是觉得这钱花得冤枉，二是觉得买彩票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，还是脚踏实地挣钱更靠谱。15. 不买过多床品。床品多了没啥用，还占衣柜空间，
对我来说，准备2套纯棉床品就够了，一套用，一套换着洗。纯棉床品贴着皮肤很舒服，还不会起球，用得越久就越软乎，没必要追求太多花样和数量，简简单单、舒舒服服的才最有助于睡眠。16. 不买过多收纳盒。以前我总觉得收纳盒能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，于是买了一大堆，结果用了之后才发现，收纳盒本身就占了不少地方，而且对要收纳的东西的形状、大小要求很高，很多奇形怪状的东西根本塞不进去。时间一长，我也懒得用了，最后还是觉得商品原来的包装更实用。现在我终于懂了，收纳的重点不是靠那些工具，而是要把空间规划好，东西也别买太多，精简一点才是硬道理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非买不可，其实只是想用物质填补内心的空虚。极简生活让我学会审视自己的真实需求，不被物质所累，去思考自己真正向往的生活。根据这2年的消费经验，我总结了10个不买原则，用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消费行为，减少不必要的物质负担，节省开支。1. 非必需品不买。这是最基本的理念，便宜却无用，等同于浪费大钱。在购物之前，得先好好想想，这东西到底是不是生活的必需品？如果不是，那就得坚决放弃，免得造成不必要的开销。以前我总爱买些新奇的小东西，比如那些造型可爱的手机支架、各种小饰品，但买回来后用不了几次就闲置了。虽然单价不高，但时间一长，累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关键是它们还占地方，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。现在我在买东西前都会认真思考，这东西对我是不是真的必不可少？如果只是一时冲动，并不是实际需要，那我就会果断不买。比如看到一款新出的限量版文具，设计确实很吸引人，但我心里明白，现有的文具已经足够我用，所以我会克制住购买的欲望，因为这东西对我完成学习或工作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。2. 功能重复不买。你有没有好好整理过自己的东西？发现其实有很多用途差不多的物品，但你就是不知不觉间买了一大堆。如果你还没整理过，那我真心建议你试一试，说不定你也会像我一样，找出一大堆闲置的东西。比如我家之前就有好几个功能相似的锅，色号差不多的口红，甚至鼠标都有好几个。现在对于家里已经有的功能相似的物品，我再喜欢也不会轻易入手。新的，我要确保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独特的用处，不造成浪费。就拿厨房电器来说，我家里已经有个多功能的料理机了，能搅拌、榨汁、研磨，用起来很方便。所以就算看到新的榨汁机外观再时尚，我也不会心动去买，因为功能上它并没有超出料理机的范围，买了也只是让家里多一件闲置物品，增加收纳的负担。包包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我现在手里的包包已经足够装下日常用品了。所以就算看到新款式的包包再别致，只要它的功能和现有的包包差不多，我就会控制住自己的购买欲。上次我妹妹还说要再买个砂锅，我马上就制止了她。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学会理性消费，别让这些闲置物品占用了我们的生活空间。3. 冲动购物不买。在情绪高涨或者受到外界刺激时，千万别急着去购物。同样，情绪低落时，也别用购物来寻求安慰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冷静下来，好好想想，确保你的购买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有个方法挺好用的，就是把想买的东西先放在购物车里，至少放上24小时。如果第二天还是觉得需要它，再考虑下单。网友 Rebecca 就更喜欢有计划的消费，她给自己定了12条戒买规则，
并且严格执行。比如每周的食物预算是$85，其他消费控制在$50以内。他还会每个月整理一次购物愿望清单，然后等上3个月，如果真的还需要才会考虑购买。Marissa 也用了类似的方法，她看到喜欢的东西不会立刻买，而是先截图存到一个专门的购物愿望文件夹里，然后每个月她会清理一次这个收藏夹，删掉那些不再想要的东西。如果某样东西在文件夹里待了3个月，她还是想要，那她才会考虑购买。这样一来，她既避免了冲动消费，也让每一笔钱都花得更有意义。4. 流行但无用的东西不买。网络上爆红的物品未必就真的适合我们的日常，如果它们没法实实在在提升生活品质，或者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，那就没必要买。就像那些热门的网红厨房小电器，看着挺诱人，但买回家后才发现几乎用不上，纯属浪费空间。还有那些价格不菲、号称健康的高颜值食品，也得慎重考虑。再比如那些造型独特的摆件，看着挺有意思，但放在家里却发现既占地方又难整理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就会仔细想想，家里真有地方放吗？整理起来会不会太费劲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我宁愿不买，也不让它们成为家里的累赘。5. 质量差的东西不买。质量不好的物品通常用不了多久，还会带来不少麻烦，甚至需要频繁更换，最终花的钱反而更多。就像我之前贪便宜买了把雨伞，结果没撑几次，伞骨就断了，遮雨效果也差。后来我咬咬牙，买了把质量好、牌子也响亮的雨伞，虽然价格贵了点，但用了2年依旧完好，细算下来更划算。所以现在我更倾向于为高质量的商品买单，不再被那些低价低质的商品所迷惑。6. 超出预算不买。设定一个合理的购物预算，并且坚定地遵守它，这是持家的一大妙招。当你遇到那些超出预算的心仪物品，就算再喜欢，也得学会放手。买东西前，你会先给自己设定个预算吗？如果你看上的东西远远超出了预算，你还会狠心买下来吗？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设定预算的习惯，我真心建议你试试看。定个预算真的能帮我们更好地管住钱包，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。我现在买东西基本上都会先定个预算，然后在预算范围内挑选。要是碰到超出预算太多的东西，我宁愿不买，也不让自己陷入后悔的境地。这种方法真的让我少了很多冲动消费，也避免了买完东西就后悔的情况发生。最关键的是，它让我对自己的开销有了更强的把控感，感觉生活都变得更加有条理。7. 不跟风购买。不盲目追随潮流或他人的推荐，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和喜好来选择物品。一定要清楚了解自己的风格，无论是服装、饰品还是家居用品，只选择契合自己风格的。8. 未使用完不买。就是说，要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，用完再买。在你用完手头上的东西之前，比如洗发水、护肤品这些消耗品，就别急着买新的，这样就不会有东西堆在家里浪费掉。有些人把这个原则做得更彻底，他们加入了用完再买的活动，特别是在护肤和美妆方面。Alicia 在纽约一家美容公司工作，以前为了看起来专业，她买，结果欠了一大笔债，信用卡和贷款加起来欠了$49,000。去年她终于决定要改变，开始了她的不买计划，还用掉了她囤积的所有化妆品。她挺惊讶的，说1年下来她竟然用掉了将近100件护肤和彩妆产品。现在她的不买清单上还包括不买新衣服、化妆品、香水、首饰、家居装饰品，还尽量减少点外卖。
这样就不会因为迟到而被健身房罚款。他已经还掉了$35,000，预计到4月底就能把所有债务都还清了。9. 单次使用不买。对于只能使用一次或短暂使用的物品，尽量寻找可重复使用的替代品，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消耗。10. 不买将就的东西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逛街时挑来挑去，找不到特别满意的，最后因为都来了，逛了这么久这样的理由，随便买了一件，或者网购后收到的东西不太满意，但又嫌麻烦，不想换，不想退，结果就勉强留下了。如果这些习惯你有，真的建议改一改，因为这些将就买下的东西，最后基本都会被闲置。我现在买东西只挑自己特别喜欢的，很快就能用的，尤其是衣服。极简生活其实就是理性消费，给生活减负，别再乱花钱，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，让每一分积蓄都成为未来生活的底气。2025年，让我们一起迈向更富足的生活吧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